为什么牛奶装在方盒子里，可乐装在圆瓶子里？你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，但当你想通的时候，你会看穿这个世界一半的套路。今天这期视频用5个案例帮你装上经济学家的大脑。为什么水能救命却不值钱，钻石只能看看却贵上天？为什么女装的扣子在左边，男装在右边？为什么同一杯咖啡有人付30，有人付8块，而商家早就知道你是哪种人？这些问题看起来毫不相关，但它们背后藏着同一套底层逻辑。看完之后，你看任何事情的眼光都会变掉，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碰巧如此的，所有现象都是激励的产物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牛奶为什么是方的，可乐为什么是圆的？先排除一个错误答案，不是因为方盒子更省材料，实际上装同样体积的液体，圆柱体比长方体更省材料，那为什么牛奶还要用方盒子？答案要从边际成本这个概念说起。牛奶需要冷藏，必须放在超市的冷柜里，冷柜的空间是稀缺的，制冷是要花电费的。方盒子比圆瓶子更能充分利用冷柜空间，减少空隙。同样的，冷柜能多放很多牛奶，而可乐不需要冷藏，它放在普通货架上，货架空间便宜得多。这时候方盒子省下的那点空间就不值得为它放弃圆瓶子的好处了。什么好处？圆瓶子握着舒服，可乐经常被直接对嘴喝，握感很重要。牛奶通常倒进杯子或碗里，握感没那么关键。你看，同样是装液体的容器，因为使用场景不同，成本结构不同，最优解就完全不同。这就是经济学的第一课，任何选择都是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，关键不是什么更好，而是什么更划算。这个思维方式可以解释无数现象。为什么女装的纽扣在左边，男装在右边？因为在纽扣发明的年代，有钱的女性都有女仆帮忙穿衣服，女仆面对小姐用右手扣扣子，扣子自然在小姐衣服的左边，而男性自己穿衣服用右手扣，扣子就在右边。几百年过去了，习惯保留下来了，没人愿意承担改变标准的成本。为什么24小时便利店的门上要装锁？因为便利店不是专门为24小时营业设计的，门是标准化生产的，每扇门都带锁，单独定制不带锁的门反而更贵。经济学家看世界的方式就是这样，不问为什么是这样，而问是什么让这样变得划算。理解了这一点，你就能看穿很多定价背后的猫腻。同样一杯咖啡，为什么有人付30块，有人付8块？不是因为他们买的不一样，就是同一家星巴克，同一款拿铁。但学生有学生价，会员有会员价，外卖平台有补贴价，买1送1有活动价，这公平吗？经济学家会告诉你，这太公平了。这种现象叫价格歧视。歧视这个词听起来很负面，但在经济学里，它是一个中性概念，意思是对不同人收不同价格。为什么商家要这么做？因为不同人对同一件商品的支付意愿是不同的。一个赶时间的白领愿意为一杯咖啡付35块，一个学生最多只愿意付15块。如果咖啡只能定一个价，定35就丢掉了学生市场，定15就白白少赚白领的钱。最优策略是什么？给每个人定他愿意付的最高价，这就是价格歧视的逻辑。但问题是，商家怎么知道谁愿意付多少钱？直接问肯定不行，谁都会说自己穷。所以商家设计了各种筛选机制，让不同支付意愿的人自动暴露自己。最经典的例子是优惠券，为什么不直接降价，而要让顾客减优惠券？因为愿意花时间减优惠券的人，说明他对价格敏感，支付意愿低；不愿意减的人，说明他时间更值钱，支付意愿高。优惠券是一个自动分类器，还有航空公司的机票。为什么提前1个月买便宜，临近起飞买贵？因为提前买的通常是度假旅客，价格敏感；临时买的通常是商务人士，时间敏感，不在乎多花钱。为什么电影院的爆米花那么贵？因为电影票是引流产品，爆米花才是利润产品。愿意买贵爆米花的人，说明他们对这次观影体验的支付意愿很高，电影院从他们身上多赚一点，合情合理。你看，价格歧视不是在坑人，而是在最大化社会效率。每个人都以自己愿意接受的价格买到了商品，商家也赚到了钱。但这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悖论，为什么有些东西明明很有用，价格却很低？有些东西明明没什么用，价格却贵得离谱？经济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问题，叫钻石与水悖论。水是生命必需品，没有水人会死。钻石除了好看，几乎没有实用价值，但为什么钻石比水贵10000倍？这个问题困扰了经济学家几百年，直到一个概念被发明出来，边际效用。效用是什么？
就是一个东西给你带来的满足感。边际效用是什么？是多一单位这个东西给你带来的额外满足感。水的总效用很高，但因为水太多了，你每天已经喝了8杯，第9杯给你带来的额外满足感几乎为零。钻石的总效用很低，但因为钻石太稀缺了，你一辈子可能就买1颗，那1颗给你带来的满足感极高。价格反映的不是总价值，而是边际价值。这个原理解释了很多看起来不合理的定价。为什么明星片酬那么高？不是因为他们比普通人努力10000倍，是因为能成为顶流的人太稀缺了，替代性太低。你找任何一个人替换他，票房就差几个亿。为什么程序员工资涨得那么快？不是因为写代码比搬砖高贵，是因为程序员的边际产出太高了。一个优秀的程序员写的代码可以服务1亿用户，一个优秀的搬砖工一天也搬不了多少砖。为什么限量款总是贵得离谱？因为稀缺本身就在创造边际效用。当一个东西只有100件的时候，拥有它的满足感会大幅上升。这就是钻石与水的真相，稀缺决定价格，而不是有用决定价格。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，往往不是最有用的东西，而是最难得到的东西。但有时候，即使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最优解，集体的选择依然会走向灾难。你有没有这种经历？去看演唱会，前面的人站起来了，你只好也站起来，然后你后面的人也站起来了，最后全场都站着，但没有任何人比坐着的时候看得更清楚。每个人都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。当前面的人站起来，你不站就看不到，但所有人的最优选择加在一起，结果是所有人都更累了，却没人得到好处。这就是经济学里著名的集体行动困境。每个人的理性加在一起变成了集体的愚蠢。这种困境在生活中无处不在。为什么家长都在给孩子报补习班？不是因为补习班有用，是因为别人家孩子都在补，你不补就落后了。但当所有人都补的时候，排名根本没变，只是每个家庭都多花了几万块，每个孩子都少睡了几百个小时。为什么大公司都在打广告？不是因为广告能增加总需求，是因为你不打，竞争对手就把市场抢走了。但当所有人都打广告的时候，市场份额还是那样，只是每家公司都多了一笔广告费支出。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卷学历？30年前本科生是稀缺人才，现在研究生遍地都是。学历贬值了，但谁也不敢不卷，因为你不卷就被淘汰。这种困境有个名字，叫军备竞赛。就像冷战时期，美苏两国拼命造核弹，造到最后，每个国家的核弹都能把地球毁灭好几遍，但谁也不敢先停下来。怎么跳出这种困境？经济学给出的答案是改变激励结构。演唱会可以设置规则，站起来就罚款；教育可以改变评价体系，减少内卷的收益。但很多时候，没有人有权利改变规则，我们只能被困在集体的愚蠢里。这是经济学最让人绝望的洞察之一。理性的个体可以组成疯狂的集体，但还有一种陷阱比集体困境更隐蔽。经济学里有一句老话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但很多人不信。免费的东西怎么可能有成本呢？这是对成本最大的误解。成本不只是你付出去的钱，还包括你放弃的机会，你花掉的时间，你泄露的隐私，你未来要还的债。这些叫隐性成本，免费的东西往往隐性成本最高。为什么互联网产品都喜欢免费？因为你是用隐私在付费。你的浏览记录、你的消费习惯、你的社交关系都被打包卖给了广告商，这些东西的价值远超你想象。为什么免费试用总是那么大方？因为你的注意力是稀缺资源。他们用免费试用把你拉进来，然后用各种设计让你上瘾，最后你会付出比直接买更多的钱。为什么那些零元购的骗局总有人上当？因为免费会关闭人的理性判断系统。当你听到不要钱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会进入捡便宜模式，自动忽略风险。还有一种更深层的免费陷阱，叫激励扭曲。当一个东西免费的时候，人们对待它的方式会完全不同。医疗如果完全免费，人们就不会爱惜自己的健康，因为生病也不用花钱。共享单车如果完全免费，人们就会随便乱扔，因为反正不是自己的钱，免费会摧毁人的责任感。经济学家设计制度的时候，最头疼的就是这种问题：如何让人既能享受公共资源，又不会滥用？如何让人承担适当的成本，又不会把穷人排除在外？没有完美的答案，只有不同的权衡。但有一条原则是确定的，任何时候当有人告诉你这是免费的，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警惕，而不是兴奋。因为免费的东西，要么是你已经付过费了，只是你没意识到，要么是你以后会付费，而且会付得更多。
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现象是偶然的，所有你看到的结果都是激励的产物。牛奶之所以是方的，因为冷藏空间的成本激励商家这样选择。价格之所以因人而异，因为利润最大化激励商家进行价格歧视。钻石之所以比水贵，因为稀缺性决定了边际效用的激励结构。所有人都在内卷，因为博弈规则激励每个人不敢停下来。免费的东西最危险，因为隐性成本的激励往往对你不利。经济学不是教你怎么赚钱的学问，经济学是教你看懂这个世界运转逻辑的学问。当你学会用激励这个视角去看世界，你会发现那些看起来荒谬的事情突然都有了解释，那些看起来无解的问题突然有了思路。你不会再抱怨这不公平，这不合理，你会开始问，是什么激励让事情变成这样？如果想改变结果，需要改变什么激励？这才是经济学真正的用处。在这个充满迷雾的世界里，清醒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巨大的优势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